用5代 EA888、3代 EA888 的技术和材料配件来修这台2代的 EA888，能有什么样意想不到的效果？这台甘肃兰州过来的大众途观，车主呢已经去杭州逛西湖了，车扔在这里，发动机大修，原因很简单，严重的烧机油。对我们来说，发动机修完以后不烧机油，那个已经是10年前的标准了。我们现在的标准是修完了不烧机油，而且该改进的改进，该强化的强化，不但不烧机油，油耗得下降，动力还得增加。你们看我们是怎么样把这台2代 EA888 的途观完美的搞定的？我一个新鲜，我一个新鲜。我们不抽烟，抽我一个新鲜，抽我抽。这个大哥太客气了，非要分烟。哎，抽一个新鲜，一个新鲜，一个新鲜，别客气，别客气。10秒公里数。凸轮轴位置传感器啊，就这个东西坏了。然后呢，这个它不是说机油压力开关坏了，肯定是机油少了，机油压力低了，它就报警了。车辆名牌，那这个负压等于是没有，对不对？然后呢，这个高压油泵啊，就是这个高压油泵啊，不用侧漏不漏了。看这个数据啊，正常来说它是先往下掉，再往回涨，但是它你看只掉不涨，看到没有？刚启动的时候是40公斤，现在21公斤，就一直看着它往下掉，往下掉，往下掉。那这个高压油泵肯定是废了。老邓从哪过来？我是从甘肃兰州啊，专程因为我从网上看到你这个一系列的视频啊，不是关注我一天啊，关注我好几年。谢谢。我关注的同时呢，最主要的是你对这款发动机你特别熟悉。我们天天搞这个，对，跟自己家人一样。所以它的毛病我都不用多说，你都知道。我就放心在这儿。谢谢。老哥来特别客气啊，给我们每人发烟，我都不抽烟。那这样子，反正到时候回去的时候，千万不要谢绝我的好意，我一定要给您送一份大礼，一定不准拒绝啊，绝对不能拒绝，好不好？好吧？好，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可以了。这个油底壳啊，绝对是个奇葩，来，托我们给客户看一下，看到没有？牛逼吧？焊了一截，厉害不？这个机油啊，它是一路开过来，一路加过来的啊。城下元宝梁，异响的来源啊，异响的来源。奉劝大家不要去换这个衬套啊，你换不了原厂这个压接动力的，要买就买总成啊。这是干嘛呀？这水箱没固定，给它固定一下水箱。它水箱怎么会不固定的？来的时候被人拆过吗？它螺丝也没上对吧？图上面那种T25的小螺丝是吧？用错了，结果搞不紧是吧？那相当于这个就在那边晃悠是吧？发动机出来喽！像这种管子，涡轮的水管漏了，对不对？这个地方金属跟橡胶压接的地方漏了，对不对？趁机都换掉，以后你要换就很难换了，趁现在换好换。然后呢，这个涡轮管下面有油啊，涡轮要检查一下。架排气管，中哥来看一下，3元催化有没有堵？轻微还是有一点点堵啊。那到时候呢，建议用一下这种3元催化清洗剂。这轮子啊，应该是换过的。那为什么这个皮垫子它没装呢？这个皮垫子，这个涡轮里面下来的油啊，到底是废气阀没分离干净，还是这个涡轮漏油了？这个里面有油啊，那说明有可能涡轮流下来的油啊，是从这个上面流下去的，而不是涡轮本身漏出来的。我去，这节气门绝了，从来没洗过吧？好了啊，我们抓紧时间分解。涡轮下来以后，看这个管子什么形状的？你们看这管子还有用吗？对不对？然后这个管子对不对？还有用吗？对不对？是不是都漏成这样子了？下进气歧管，现在啊，这个进气歧管坏掉的，换原厂的都很容易坏。这个估计是进口的，现在原厂提供的估计也是国产的。然后呢，这个链条啊，没有改进过的，看到没有？还是这种粗的这一种，我们要给它换成密的那一种，换成3代的。拆的时候就发现线束有问题了，那就给它包一下啊，裸露的全给它包一下，这个是职业道德问题。这种地方对吧，漏的都是油，那这个油从哪里来的呢？我告诉大家，第一个是机油盖不密封，那到时候呢给它换一个加厚的垫子。第二个呢，从这个螺丝孔里面出来的。啥情况这是？分层了。我操！分层了。这机油，难怪会报警啊！这个密封圈它100%是换过的啊，但它坏的不是这个浮胶圈，不耐油的。哎，这个链条扎紧器啊，06H 的，有缺陷的，哪怕这次没有坏，你也给我换掉，留的就是祸害。能过。哎，开盖，盖了以后翻过来，看有没有拉伤啊？翻过来，对，发动机嘎啦啦嘎啦啦的声音是怎么来的啊？大家看一下这个轴瓦，像这种拉伤的轴瓦是不可逆的啊，是不可逆的。所以说你要大修完解决声音好听，那就把缸盖总成换掉，那这个代价就比较大，因为这个拉伤是不可逆的。我修大修，很多人问我，你修完以后声音会不会好？那我只能这么跟你说，性能肯定恢复，机油肯定不烧了，但声音还是老样子，原来怎么想还是怎么想。好，分解掉啊，气门尽可能不要搞坏，给它控制点成本啊。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缸有没有拉掉啊。眼下看好像还好，等一下活塞全部捅出来，我们再看一下缸有没有拉掉。这里看到没有？感觉有拉过的痕迹啊，抠上去不是很明显，竖的很大一片，看到没有？谁说EA888是不会拉缸呢？啊，自己站出来。但是这个呢，可以不趟缸，我认为抛光抛一下应该能抛出来。准备分解缸体，大家注意看啊，这个孔里面有油漏出来，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让你们这个曲轴螺丝要打螺纹胶的原因，它这个里面会漏油的，看到没有？
摇的不行，6位地方丸。哎呀，牛逼！打开，发动机里面还是比较干净的啊，但是有没有拉伤我就不知道了。这个看一下是不是没装到位啊？装到位了，装到位了吗？卡住了，这怎么会空量这么大的嘞？来，拿出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异样啊？没完。来，打开。它这个呢也不叫拉伤啊，这个叫应力性磨损。但是比较奇怪的是，它这个上面有一个点，像磕过一样、磕疤一样的，那这种瓦必须要换掉啊。啥情况？这个是做过什么免拆吗？这都是坑坑洼洼的。应该没有吧？那等一下来问一下。大瓦也不对吗？大瓦都是这种磕疤。那很奇怪啊，这你看这种东西是怎么产生的？就一个点一个点的，那不是那种拉伤，像腐蚀掉、烂掉这种感觉。像这种止推片单边磨掉的，你们说换不换？5000块钱的大修会不会这么仔细？这个曲轴位置传感器上打的是胶水啊，这个我操，是不是胶水啊？这个。我的天！来，第一缸，看有没有拉伤啊？不用看，边上什么层都没了。第二个看有没有对口，是吧？啊，对口是没对口，但是这个活塞啊没用了。来，第二缸，啊，看有没有拉伤。你看这一边是彻底拉掉了啊！那些说1888永远不会拉缸的人站出来啊！谁说的永远不会拉缸？那些博主啊不负责任，就是为了第一句话吸引眼球，就说一些不负责任的话。第三缸，好，看有没有拉伤啊？有没有对口啊？对口是没有对口，拉伤是绝对拉伤了啊！但是没有刚才第二缸那么夸张。最后一缸拿出来，拉掉了，也拉掉了，但是没有二缸那么夸张，但也比较厉害了。那活塞环是没有对口啊，拉是绝对拉掉了。那么请问这个车要不要大修啊？做免拆治理能不能解决？你们自己说。发现意外情况了啊！看到没有？这个排气的火焰直接延伸到杆子上来了，那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这个气门导管已经废了。那这个车的气门导管摇都不用摇了，检查都不用检查了，对不对？肯定要换了，火焰都上来了，对不对？一票否决的，是不是？连进气门的配合间隙都很大，是吧？哎呀，我去，那必须得换了，那不换都不行啊，这个样子，是不是？气门导管用大口还是用标口？要根据气门杆子的直径来啊！来，过来，我们先测量一下进气门杆子的直径，好吧？负1/4半啊，2丝不到，那应该用大孔。然后呢，检查一下排气门导管的那个排气门杆子的直径啊，负4个丝，对吧？那应该用什么呢？应该用标孔，对不对？然后呢，拆这个半轴，这日本工程师肯定是故意的啊，不想让我们好好拆。拆这个半轴呢，你也别心疼啊，边上肯定是有划痕的，要心疼那就别拆，都是这样的，要怪日本工程师啊，不是我们干的这事儿。里面都是铁锈，脑残射气嘛，你装的时候是不是你打点黄油会死的？看到没有？好，可以了，可以了，全是铁锈。啊，波哥，气门导管进排我都给你标好了，不要搞反啊。如果大孔稍微有点紧啊，进气有点紧没关系，回来我这会搅的，好吧？哎，然后那个抛光抛一下，这个弹缸就不要弹了。这个呢，这个印子抛光应该能抛掉的啊。那就拜托波哥抓紧时间。好，谢谢。OK， 你都会摆造型了现在。跟你跟着，你说不能学你吗？然后呢，我们开始修这个喷油嘴啊，需要用到这些工具。喷油嘴啊，为什么要给它清洗？怎么清洗？喷油嘴是怎么坏的啊？那我这个喷油嘴呢，用工具啊，把这个拉出来，它里面有这么一个滤网。那一般情况下，喷油嘴出问题都是这个滤网废了，废了以后呢，这个碎渣掉到里面去，掉到这个里面卡住这个针阀。所以说我们洗喷油嘴，首先要把这个滤网给它拿出来，拿出来以后呢，给它洗干净，再给它换上新的滤网。这个滤网上面黑乎乎的，全部都是杂质、胶质啊。清洗喷油嘴啊，滤网拿掉以后，就可以把里面的针阀洗干净。好，可以了，下一个。雾化的怎么样？你们觉得 ？OK。这喷油嘴洗完之后呢，咱们给它换4个艾尔灵的喷油嘴密封圈，再给它换4个滤网，好吧？那钟哥帮我拍个视频，新的滤网啊，放上去，用咱们精致的小锤子，漂亮吧？然后呢，喷油嘴密封圈，好了，那这个喷油嘴肯定没毛病，对不对？更换元宝梁衬套，准备安装元宝梁衬套，先把它敲到这个容器里面去啊，再把它压进去。更换好全新的元宝梁衬套，然后呢，这个后支架友情赞出来一个啊，这个也是旧的，那哪里来的呢？是之前有一个车主底盘件整套都买了，然后这个也买了，但这个东西他半年前又换过来，他说再换一遍，换下来以后他不要了，送给我了。那这个东西我也不能说卖人家钱，反正我也友情赞助了，好不好？来，安装全新的稳定杆啊，这个杆子大家最好是用总成啊，不要去那个换这个衬套。我以前也交过这种智商税，我走过的弯路，希望你们不要再走了。然后呢，咱们给它更换内球笼，车主也说了，这个费用啊，成本要控制啊。我们也理解车主，这年头钱都不好挣，他60码以上开始车身左右摇晃。其实主要问题呢，就是这个内球笼松了，但是原厂是不提供的，只能够让你换半轴总成
一根原厂总成1500-1600块钱，对不对？那我们给它换2个内球笼，效果也是一样的。钱呢，不是说省一半，是省几分之几。这回去往上涂一下，润滑一下。发动机机脚、变速箱机脚都换掉啊！我们换掉发动机机脚呢是建新的，变速箱机脚呢也是建新的。建新的呢就是现在的大众的御用配套商 ，MQB 平台的御用配套商啊，但是 PQ 平台不是它配套的。不过它能够给 MQB 平台配套，说明质量是非常 OK 的，厂家也认可，所以我们放心大胆用。这个机脚呢是带液压的，它反过来看液压，看到没有？是带液压包的，其实是奥迪 Q3 用的啊。上去吧。后节缓冲快烂掉了，那咱们给它换2个，减震器就不换了，凑合还行。波哥敲气门导管，亲自动手，亲自搞，亲自操刀，那必须亲自操刀啊！这个是兰州来的，兰州大哥，不能出任何纰漏的。来，咱们用的这个气门导管啊，是天然汽车的硅锰铜导管，不是那种5-6块钱一根的，拿过来成本价15块钱一根，贵虽然贵一点，但是耐磨耐用。波哥是不是？搅气门都搅不动啊？搅不动了。小吊杆呢，建议大家用 MQB 平台的，它这个是2层的，比较耐用啊。这个也是原厂一汽大众的，赶紧上去吧。发动机拿回来喽！刚才我们没有糖啊，我们光抛了一下。我不是弹钢仔啊，能给你保留原来的钢体，肯定给你保留原来的钢体。这怎么是黑色的？这是为什么是黑色的，是吧？这个是5代EA888的瓦，这不是3代的啊，这是5代的。用5代的瓦给2代机用，你们说牛逼不牛逼？机油喷嘴30牛米啊！姚长，你知道5代的瓦跟3代的瓦有什么区别吗？更耐磨。对，它这个承受的兆帕是110兆帕，3代大概是70到80兆帕，所以这个灰色涂层啊，你看EA837就是灰色涂层的，这种更加耐磨耐用。用这个5代888的东西修2代888，我也算是第一人了，对吧？大瓦螺丝啊，换4根，头尾换掉。那为什么要换头尾呢？因为中间都是带辅助螺丝的，头尾这边是空的，每次断都是断头尾，所以每次大修都给你们换掉。大瓦螺丝啊，60牛米加90度，使用进口2.0的气门油封，气门弹簧呢给它换成国产的17奥迪原装的，进口的太贵了啊。我们给它控制一下成本。那为什么要换这个进气门弹簧呢？因为每次断的都是进气门，你们自己去平台上搜一下，就搜EA888断气门弹簧，说出来的案例比比皆是。钟哥啊，缸盖小王子，对吧？白天压缸盖，晚上压其他的啊。照例使用锂盐的活塞和活塞环，这个是合格证啊。然后呢，锂盐的活塞环是符合发动机制造商要求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使用改进的活塞和活塞环，这个是白硝的活塞，82.465的。气环是等离子喷涂的气环，油环是氮化处理的波浪油环，绝对万无一失。使用3代EA888的小瓦啊，那你肯定要问了，怎么小瓦不用5代EA888的？那5代的没搞到啊，只有大瓦搞到5代的，3代也够了。小瓦螺丝啊，30牛米加90度。发动机啊，最废的就是化油器清洗剂，还有餐巾纸，基本上一个车1包纸，一箱化清。取的后油封面听到嘎嘣一声啊，机油防溅板啊，这个皮垫子趁机给它换掉，用的也是原厂件。这个东西干嘛用的呢？是封住反向封住曲轴箱串气的。你上油了吧？不是鬼子啊！啊，为什么要换这个呢？击穿了漏油了啊！彻底的大修跟那种什么5000块钱的抠抠搜搜的大修还是有区别的。我们是给你彻底恢复性能，该换的都给你换干净。更换原厂的全新油底壳，原来那个呢实在是看不过去了。有位传感器密封圈给它换掉了啊。换掉了。OK。安装平衡轴啊，要徒手轻松插入，像这个就很轻松进去了，对吧？不能硬砸进去，轻松插入啊。好 ，OK。这个铁盖家中有多的啊，送他一个，然后呢，给他换一个前面的2.0的曲轴前油封，这样呢可以省点钱。用兄弟自制的专用工具啊，把它压到底，完美安装曲轴前油封，更换全新的轨道，又可以再战20万公里，对不对？原厂平衡轴油封。大货车的黄铜堵盖，水泵这个螺丝啊，打15牛米就够了。更换全新的水泵皮带，这根水管是新的吧，松哥？新的。好。完美对接发动机和变速箱。水泵这一次用的是西翼的水泵啊，为什么用西翼的水泵呢？因为要控制成本。西翼的水泵作为平替版本，质量也是非常 OK 的啊。那为西翼的水泵用了以后产生的差价，要给它换这个。电磁阀要给它换这个压力传感器，对吧？然后呢，火花塞也不换了，它已经换过了。那产生的差价要给它换上面的高压棒之类的东西。机油格底座密封垫，还有机油散热式密封垫都用原厂件啊，不然会漏的。其实呢，就是可离克代工的。爆震传感器啊，20牛米。这个西翼的水泵啊，照样保你2年啊。使用进口2.0的气缸床啊，2.0的就是奔驰、宝马、奥迪的御用配套商。像气缸床，你们打不打鹰头胶的啊？
我的话呢，正常情况下是不打的。如果缸面、那个缸盖面都是正常的，我是不打的。但如果说麻麻赖赖的，有腐蚀的，那没办法打一下。缸盖螺丝呢，维修手册是40牛米加2个90度啊，但这个螺丝是2次利用的，没有关系啊。你先打60，也不要打90度了，再打100，能上100就没毛病。装拖轮轴之前，我给大家科普个事情啊，看一下缸盖它这一边这个洞基本上没怎么拉掉，但是这个瓦盖呢，看到没有，拉掉了，对不对？拉掉了。那为什么瓦盖容易拉掉呢？因为这边有油孔，这边没有油孔，这边的半个圆的油呢是拖轮轴转起来以后把油膜带过来的。你每次冷车启动的时候，这个地方几乎等于是干磨，所以说发动机的声音嘎啦嘎啦响，很大程度都是这个瓦盖磨掉了。但是瓦盖跟缸盖是一体成型的，这个洞是一刀拉圆的，所以你单独换瓦盖，上半个圆跟下半个圆是不配套的，这个要说清楚。如果你想大修解决异响的问题，那就把缸盖一起换掉，这个会增加你的使用成本。如果不换，声音还是有点响，但是不影响你的使用，不影响发动机的性能。喷油嘴到位啊，上进气气管上。还好啊，拖轮轴没坏，不过2代的拖轮轴呢还便宜，3代的那就贵了。这废气阀是不是原厂的？那肯定不是原厂的，这个是兄弟专利的废气阀。我要求这个废气阀厂家用的材料标准是按原厂的标准去做的。那咱们这个废气阀呢，保留原厂的结构，原厂的原理是怎么样，咱们还是怎么样，但是在原厂的基础上加装一套藏宁设备，双重分离、双重保障。那你肯定要问了，换了这个是不是万无一失了呢？绝对不是啊！如果你的发动机本体存在问题，或者你的涡轮增压存在问题，那你换再牛逼的废气阀都没用。这个东西只能说是如虎添翼啊！买之前考虑清楚。刹车真空泵啊，原车的有点渗，那没有漏得很厉害，那跟客户讲了，那就不换了啊。以后万一漏了，你当地自己也可以换。堵盖啊，这个密封圈是浅绿色的，这个是原装进口的。气门室盖的螺丝呢，预警完以后直接15牛米就可以了。这玩意儿现在不管 1.8T 还是 2.0T， 一律用高负压的啊，绝对没毛病。几百台的试验了，绝对没毛病。上次那个进口车的车友啊，链条整套都换了，要求整套换，他自己要求的。然后这个张紧器呢，他其实可以不换，但他也要求换新的，多下来友情赞助给他。徒手推入啊，轻松徒手推入，不能硬砸进去。更换一个全新的高压棒，那你们也看到了，在视频的开头，压力哗哗往下掉，对不对？那我们换的呢是博士的高压棒，博士就是它原厂的配套商，只是说少个奥迪大中标，但是东西是一样的。3位四通阀，27牛米啊，你打30也没毛病，可以了，可以了。这个地方呢换成浮胶圈啊，那这辈子都不容易漏了，对不对？更换全新的原厂拖轮轴位置传感器啊，这种东西必须是原厂件，副厂的用不住的。更换原厂的 GUI 开关啊，上中下蓝2个都换掉。那为什么要换呢？一个是报故障了，第二个呢，你如果不换，很容易击穿，到时候漏油了，算谁的呢？全套3代 EA888的链条啊，瓦用的是5代的，链条还是3代的，因为我觉得5代的链条还没有3代的好。这是我见过最完美的链条，你看又厚又密实，对不对？基本上这辈子都不容易拉长。暖风水管咱们趁机就把它换掉啊！原来旧的拆下来，10个车里面10个都是硬邦邦的，很容易坏，所以趁现在把它换掉，不用收工时费，对不对？顺带给你换了。我们钟哥啊正在涂活水膏，咱们用的是奔驰的活水膏。这个点火线圈呢，车主换过，他觉得车子有点抖，以为是缺缸失火了，结果把点火线圈都换掉了。原车的胶木水管啊，这个双胞胎水管是胶木的，你看头上都已经开始风化，开始烂了，给它换成铁水管，那基本上这辈子都不会坏了，对不对？上铁盖啊，这个铁盖呢是我友情赞助的，好吧？但是这个油封得换，没办法啊，铁盖是友情赞助的。这个堵盖呢是原厂全新的，同学包装给我扔掉了是吧？既然要换成改进的吸排，那插头也要换掉啊，这个旧的就不要了。我们途哥啊，把坏掉的这个点火线圈插头给它换掉。我们这里修车你放心，绝对给你搞得妥妥的，对不对？那这根涡轮管啊，涡轮管原厂件，你只能趁现在换，因为它长在这个背面的，你到车上以后就没法换了。所以现在发现不好的管子，现在给你换掉。你到车上要换，抬变速箱、抬涡轮，工时费得多少钱？上涡轮增压器啊，我们钟哥是涡轮小王子，磨成这个样子的。这么粗的电线都打铁了，保险丝居然不报，爆了，人家给他焊过来，人家给他焊过了是吧？那你给他包一下，外面给他全绝一下。这个磁铁呢，厂家也意识到它原来的东西设计可能有点问题，容易漏油啊。他现在做的里面有种隔层的这种是改进版的最新型号，这种应该是不会漏油了。皮带跟皮带张紧轮、张紧器，包括发电机这个轮子啊都没毛病，但是有一点我不满意，就是这个上面这个皮垫子没有，我到时候给他搞张垫子。这玩意儿换都换了给他，对不对？你个皮垫子不给他加上去，这不好意思，对不对？这不是我干到这个事儿啊，我给他送他一个皮垫子，好吧？上。更换漏油的涡轮断路阀。那我们用的是什么涡轮断路阀呢？用的是皮尔伯格的，就在原厂配套的，这个是合格证啊。我这里出去的都是有名有姓的东西。你们看啊，插头对吧？插头对吧？这个都是细节，是不是？发动机总装完毕啊，准备进入机舱，先吃中饭，好吧？吃完中饭以后，咱们再进去。下午能打着，下午我能试车。然后呢，这个空调老是漏液慢漏啊，看到没有？这个密封圈，是不是？有可能就是个密封圈问题。那这个密封圈反正都是友情赞助你，好吧？那你看拔掉以后，这个密封圈对不对？都已经粉末化了，看到没有？都粉末了，那肯定漏啊，对不对？好了吧 ，OK 了嘛，对吧？这个空调管啊，这空调管的密封圈给你们看一下啊，什么德行了？都这样了，那它肯定漏啊，对不对？哎，发动机进去喽，放，放，放，
油盖边上呢永远是油乎乎的，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它机油盖里面这张密封垫啊老化掉了，硬了。那我们给它换一个加厚的 GTS 的这个密封垫，好吧？这个大老远过来，是吧？友情赞助了。发动机呢装的差不多了啊，里面接管接线，中哥有那么热吗？这他妈光膀子了，我操！你们大家也看到了，这个车的凸轮轴瓦架磨掉了，那开起来呢会有嘎啦啦嘎啦啦的声音。那我呢出于好奇啊，买了3瓶发动机修复剂倒进去，据说能够把里面的拉伤、细微的损伤能够修复掉。那也有可能这个是智商税啊，有可能是智商税，我只是好奇想要试一试。那这3瓶东西呢，友情赞助它，毕竟是我拿来试一试，对不对？我不能收客户钱，好吧？给它加进去，这个是我自己出钱赞助的，好吧？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智商税啊？那反正如果是，那也就算了，对吧？总要让我试一试，对不对？3瓶全部倒完，不要留。现在是第2瓶啊。姚长，你说有没有可能是智商税？有可能，有可能啊。哪有什么修复？试一下，试一下，反正我就当自己掏钱买教训嘛，对吧？来，最后一瓶，第3瓶啊，我希望它是有用的啊，希望能够改善这个车的声音。像这个EA888，每一台车只要是上了公里数，瓦盖都会拉掉。我在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能够把它声音把它降下来。空气滤芯呢，换一个新的啊，不要抠抠搜搜的吹一吹用回去。你们看一下这个旧的，对吧？都脏成什么样了？安装元宝梁，那元宝梁上该更新的，比如说稳定杆呀、小吊杆呀，咱们都已经给它换掉了啊。这个汽油滤芯，我跟你打赌，估计10万公里都没换过。咱们给它换一个原厂的汽油滤芯啊。来倒出来看一下有多黑，多久没换了？看到没有？你说你这个燃油系统里面这么脏，动力能好吗？对不对？油耗能低吗？反个面倒，这边也倒不出来，这倒不出来是吧？全是黑的。对，咔一声心里就踏实了。使用符合规格的全合成机油啊，这个不是最顶流的全合成机油，但绝对是合格的全合成机油。看一下德联啊，5W40 A3B4 的，这个老车都是用 A3B4 的540。行驶保养，机油加5升啊，不要加4.5升，4.5升呢，机油尺抽出来，直到机油尺中线。初装刚大修完的，加6升。使用负压法加注防冻液，我们用的是什么防冻液呢？用的是德联的防冻液啊，这个是奥迪的出厂防冻液配套商之一。机油滤芯外壳啊，这个里面这个螺丝没有啊，没有那也没办法，要么就换外壳总成啊，这个螺丝没有单卖的。还是我们窑子啊，比较有工匠精神，给它加一个螺丝，对吧？密封圈换完以后呢，空调压力能保得住了。那我们给它加什么冷媒呢？我们给它加聚化的，这个是我们浙江的明星产品，也是亚运会的指定赞助商，肯定差不了。来启动，这启动肯定费劲了啊，因为汽油滤芯换过，高压泵换过，油没上来。再来，浓烟滚滚。来，好，加，这油啊，跟墨汁一样。这变速箱油能开成这个样子也是比较牛逼的，我觉得。还有哪个？换油不拆油底壳，是不是啊？白搞。拆掉变速箱滤网，然后呢，用我们神奇的自我循环方式，是吧？自晒极意功，是不是啊？把变速箱油给它循环干净。这里整整8桶啊，拿来循环用，清洗用。鲜红的变速箱油啊，不要吝啬啊，8瓶倒进去，循环用。这边呢，把我们的循环接头给它拧上去，让它自己吸进去啊，不是那个循环机啊，没有冲击的，放心好了。修车有的时候就要不计成本啊，不然你修不出那个感觉的。启动，然后呢，让它自己摇自己再高一点，对，让它自己吸进去啊，新的油进去，旧的油出来。刹车踩住每个档位都停留一下，倒档停留几秒钟，前进档停留几秒钟。新的油进去啊，然后旧的油逼出来，刹车踩住，档位都挂一下。这样的换过变速箱油以后呢，是彻底干净的，对吧？直到它出来的油全部变成鲜红色的，没有这种黑的了，那就完美了。这一边呢，我们钟哥啊，把这油底壳洗得干干净净的，这个磁铁也洗干净啊。洗干净了。马勒的变速箱滤网，丰田呢坏就坏在这里啊，这小日子坏在哪里呢？它给大众的那个爱信变速箱里面那个滤网设计成用成薄纱。你能过滤啥？你告诉我，你能过滤啥？他自己的车子用的爱信变速箱呢，里面是很厚、很密实的过滤纸。所以说啊，这个为什么09G、09M 容易坏，就这个道理。换全新的变速箱滤网，其实我觉得旧的不换都不要紧，洗都无所谓。但是我们不能这么干啊。加4.5升啊，平时你这样搞不好加4升就够了，因为我们刚才变扭器多发了一会儿，变扭器里面稍微有一点排出来了，所以加4.5升。加变速箱油啊，把它全部打进去。12升变速箱油加滤芯加清洗，总共收他1000块钱，过不过分？你们觉得合不合理？来，准备考验手速的时候啊！好，上，好。上高速试车，出来试车，动力澎湃，声浪迷人啊！这台车这么搞过之后啊，油门特别的轻，开起来特别的丝滑，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只追求不烧机油就行了，是属于吃饱。
现在呢，我们不但要不烧机油，还要追求各种性能、各种驾驶体感，这个是属于自豪。不过比较遗憾的是，仪表上有个故障灯报警了，有个灯泡不好，看着不舒服啊，明天交车之前把它解决掉。有没有搞错？我在高速上虽然说开的比较匀速，开的比较温柔，这个是途观的油耗吗？我从来没开出过这样的油耗哎，不开玩笑吧这是？5.7，我自己都不信。它这个地方加了一个摄像头，然后电脑板检测到这个阻抗电阻不一样，所以就报警。你好歹装个灯在上面，偏一下电脑，对不对？你这太过分了吧？直接放个插头在这里。过分了啊！直接给它加一个负载啊，一个小灯泡，然后呢，隔热的这个锡纸给它包一下塞进去，这样骗过电脑板，那故障灯就不会亮了。灯亮了啊，希望能够骗过电脑板。现在好了啊，这个码就不报了啊，故障灯没了。什么情况？牌照灯好了，驻车灯泡坏了。你这个灯泡废了啊，这个小灯泡不行了啊，那我给你换一个，送你一个。报警了，我送你的只有普通的，这种白的我没有的啊。换一个小灯泡，他自己原来那个呢是 LED 的，这个 LED 的可能不大好了。那我这里没有这种，我只能给你小灯泡。这个坏了一闪一闪，坏了一闪一闪的啊。现在啊，真不报故障了，真好了。我陪同车主大哥来试车啊，感觉咋样？这时候是和以前的感觉非常紧凑啊。动力上呢？动力上是很平顺，爆发力比以前要强一些。强一些是吧？好的。这个还有什么？还有感受就是这个思域现在还没注册好。没事，等一下回去我们再获奖感言啊。咱们愉快的把这台车的问题解决了。那这大哥就在边上啊，打码啊，别打码。您觉得咱们这维修的怎么样？经过我的试驾我非常满意啊！谢谢大哥。借这个机会感谢几位兄弟们啊，连续几天的连续作战啊，谢谢大哥。过没有耽误时间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时间就是金钱嘛。对的。做好了我也满意，你们就好好休息了。好。那个大哥来的非常客气啊，给我带了土特产。那我们讲君子之交，有来无往非礼也，对不对？那我也要送大哥一点薄礼，希望大哥不要推却，一定要笑纳，好吧？这个呢就是燃油添加剂啊，我明白。这是我视频里面经常跟你讲，那个缸内直喷发动机一定要用燃油添加剂。您这一下上高速前就可以加一箱了，隔一箱油加一瓶啊，能够省油。只要加油隔一箱加一瓶。是的。好，然后虽然说您后期可能购买这个花成本，但是它给你省下来的油钱都比它本身这一瓶燃油添加剂的价值要多得多，所以说是很划算的，好吧？啊，明白了。希望大哥以后经常来玩，不要来修车啊，来玩啊，顺便做个保养可以，但是车千万不要坏，好吧？啊，这一期到这里，点击加关注，爱车爱熊猫，就烧机油不迷路啊。OK， 好，拍试车归来，动力澎湃，声浪迷人，油门无比的丝滑。那这一台途观呢，我们用了5代的东西啊。我修车其实是很创新的一人，我不会墨守成规，有什么好的先进的东西，肯定都给你用上去。那回去以后好好保养，使用符合规格的全合成机油，按时保养啊，定期使用燃油添加剂。不是缸内直喷的车可以不加燃油添加剂，但是缸内直喷的发动机必须使用燃油添加剂。我个人推荐巴斯夫系列的，因为奔驰、宝马、奥迪、大众出厂御用配套商就是巴斯夫的。那做到这些之后呢，你的车将远离烧机油。好了，这一期到这里，点击加关注，爱车爱熊猫，就烧机油不迷路，完美交车。